人生之路收视率夺冠，李沁夸奖陈晓的表演自然，李沁扮丑值得。人生之路已经播出10多集，但收视率一直杠杠的。观众议论的焦点集中在年轻演员的扮丑上，认为化妆和造型不符合当下观众的审美，但没人能够说出上世纪80年代陕北人是不是就是电视中呈现的模样。收视率是毋庸置疑的，一直都是第一。不仅仅这部剧是由2位当红演员演出，可能比较真实呈现出上世纪80年代陕北的风土人情。黄土高原的人们，特别是农村人，经常脸朝黄土背朝天，风吹日晒，加上大家不是很注重仪表的打扮，所以电视剧播出后引发很多人的质疑，都认为陈晓和李沁等年轻貌美的演员妆容太难看，好像过度丑化陕北人。现实中的李沁肤白貌美，颜值很高，人也很低调，她为什么要出演这样的电视剧，而且在剧中大量的扮丑演出？这还是需要很大的勇气。李沁可能也想突破自己的演技，塑造一个典型的农村女性。李沁饰演的刘巧珍在原著中应该是个悲剧角色，但人生之路一定进行了很大的改编，把刘巧珍塑造成一个对爱情充满美好幻想的理想主义。所以我们看到的刘巧珍积极乐观，是个干活小能手，对高加林一往情深，有着打鸡血的一厢情愿。高加林和黄亚萍恋情被曝光，可能重新回到农村，这对大家打击都很大，特别是刘巧珍和高加林的恋情，村里人尽皆知，结果成为被抛弃的人，这种打击很巨大，因为是在相对于民风比较淳朴的陕北农村。刘巧珍知道自己配不上高加林，因为读书少，所以她会一直随着高加林的喜好而改变。可能有人认为她是一个恋爱脑，其实这是她纯正善良的表现。如果刘巧珍是个现实的女孩，她可能真不会选择高加林作为自己的理想伴侣。不能说刘巧珍没文化就没有追求，她其实一直在改变，只是这种改变有局限性。如果她跳出农村，可能改变会更大些。很多人认为高加林是一个典型的渣男，一边和刘巧珍相恋，一边还和黄亚萍在一起。其实渣男的定性也没有错，但人性是复杂的。首先，高加林对刘巧珍也爱不起来，总认为他不是自己理想的恋人，而刘巧珍非常的喜欢他，导致高加林因为同情爱上他。相较黄亚萍对高加林的付出，刘巧珍只能算9牛1毛，因为黄亚萍送了一个昂贵的相机给高加林，这份情谊让高加林失去了理性，最终冲破世俗的禁忌和黄亚萍在一起。结果因为这事，高加林伤害了好几个人，最痛苦的还是刘巧珍。刘巧珍可能很天真，但她不傻，以为凭借自己的执着会拴住高加林。和高加林相处，她很敏感，发现自己跟不上对方的思想，但也努力打扮和念书，目的还是能够和高加林般配。但高加林并不这么想。其实他们这种爱情，如果发生在当下，高加林还是无法抗拒黄亚萍的诱惑。高加林心里的确把黄亚萍视为自己的女神，对刘巧珍的爱更多是同情。当黄亚萍主动接近和表白他的时候，高加林的道德底线决堤，他不能够忽视黄亚萍炽烈的爱。导演为什么会把刘巧珍塑造成一个很热情、单纯、土气的女孩？目的还是为了和洋气的黄亚萍进行对比，只有这样才能证明高加林被黄亚萍横刀夺爱是有充分理由的。刘巧珍并不丑，但她无法和黄亚萍相提并论。在爱情上，刘巧珍和黄亚萍是同等的竞争者，结果高加林选择了条件更好的黄亚萍。所以高加林并不是一个处心积虑玩弄女孩感情的渣男，他还是有心理变化的。媒体采访李沁，他也谈到高加林评论他烫发不土不洋的桥段，认为陈晓的表演很自然，
如果严肃地说出华语，观众一定会发现高加林并不是真的爱刘巧珍。高加林的处理方式很轻松自然，好像随口一说，没有那么的刻意，因为他也不想伤害刘巧珍的心。的确，陈晓的一些戏份处理还是很自然，毫无违和感。其实李沁饰演的刘巧珍没必要把脸画得很黑，因为这种看起来有点像营养不良。不过当时的物质不丰富，营养不良也是可以理解，加上风沙大，脸色的确无法细腻白皙。很佩服李沁扮丑演出这么个角色，不仅妆容很丑很土，而且在感情上还受到伤害。高加林应该是一个很励志的农村青年，进城屡屡破壁，最终还是回到黄土地上劳作，但他的思想应该有了很大的进步。刘巧珍面对村民的嘲笑，可能最终还是会选择陪伴在高加林身边。高加林和黄亚萍在身份地位上都无法门当户对，但刘巧珍其实和高加林很般配，至少他们生存的环境是一样的。刘巧珍没有文化，但她好学，渴求上进，这些都是爱的表现。相信高加林最终会明白刘巧珍对他的爱。李沁牺牲美貌演出刘巧珍，证明他也是希望演技上有所突破，个人认为他做到了。